慢性发炎它可能不会发烧，不过它代表说你身上受到一些不当的刺激，可是有时候你不理它，它慢慢越来越扩大，到最后真的会变成很多病，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一些癌症啊、高血压、失智啊、帕金森氏症、心脏病啊这些。因为粒线体它是你身上产生能量的一个工具，你的粒线体是可以汰旧换新的。那其实一个方式就是运动，特别是高强度运动，它效果可能会更好。如果说不能做到高强度运动的话，那比如说超慢跑、快走，这个也都行。当然有一些是间接是断食，因为你只要断食的话，它其实就是发出一个讯号，告诉粒线体你要换新的。你知道细胞它就有这种特性，你给它一些刺激让肚子饿一下，它其实就会更新。它甚至它可以促进你的免疫，除了抑制那个发炎之外，反而会让你的免疫运作更好。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前线》，我是钱子。您会不会常常觉得说，身体累累的那情绪也不好，明明有吃东西可是就是觉得昏昏欲睡，或者是觉得呢肚子胀胀的，不晓得哪里出了问题，小心你可能身体正在抗议，身体正在慢性发炎哦。今天为您请到专家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医师好。先生大家好。是，医师，我经常听到一些朋友告诉我说，我睡很久，可是起床还是觉得超累的。那看起来各方面指数都 OK，可是身体就是提不起劲，甚至有情绪的问题。那这只是因为老了吗？因为有人说，哎呦，你就是老了啊，你现在40、50岁啦，你年纪大了一定会这样，还是说这是所谓慢性发炎？我要怎么样来分辨？对啊，大家听到慢性发炎这个字可能会有点抽象。大家想一下，现在医疗啊，一般来说就是你觉得不舒服去医院看病，医师帮你明确的诊断，给你明确的治疗，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专科医疗。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现象有些人他觉得不舒服，去找医师，医师帮你检查抽血，白血球那就正常啊，你没事病人回去。可是病人他觉得很奇怪，我还是真的不舒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医疗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确身上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它可能不是很明确成型的，可是我在我身体的分子细胞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了，它可能是一个生病的前兆。所以如果说我们这样看这个整个医疗的话，专科医疗它是后端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发现不舒服了，然后是去找医师帮你诊断治疗的话，那个都已经是中晚期，很严重了。对，医师他们做的也是，那我帮你治疗好，请你回去追踪，确定你没事，就像一个循环。只是说这种医疗，大家也可以看出他的问题啦。那病人他治好之后，他开始觉得说，那当初我是怎么生病的？如果说我早点知道的话，那不是更好？我有办法去避免它。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慢慢去推广这一块前端，就是从正常到亚健康这一块。所以刚刚前子你提到的说，我身上不舒服了，没办法很清楚的说到底是什么不舒服，就是可能疲倦，对，然后可能譬如说常胀气，对那或者是说觉得情绪低落，这些都算是疾病的前兆吗？它是代表说身上开始有一些变化，它还没真的变成疾病。可是有时候你不理它，它慢慢越来越扩大、变严重化，它到最后真的会变成很多病。这些病就是大家常听到的一些成人病什么癌症高血压、失智帕金森氏症、心脏病这些。所以这一段从健康到亚健康这一块，其实是大家现在我觉得应该要特别去关心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说有一些不舒服，对我来说它是的确就是一个讯号，可是大家会觉得这个讯号不是很清楚那我怎么去辨别说？对。这到底是不是跟生病有关？是，那个的确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也是我们现在比较新的医疗一个方向。就是亚健康之前的那一段，我们要先把它找出来。对。可是刚刚医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它的讯号真的很不明显。对。那怎么分辨说我真的只是累了，或者我真的只是年纪大了，还是这个就是某种可怕疾病的前兆？譬如说您刚刚讲的 ，maybe 有可能是老人痴呆症，有可能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各种病。对，我要怎么分辨呢？其实这些病它通常有一些讯息像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最简单的来说，你身体觉得不舒服又说不出哪边不舒服的时候，你要想到可能就是慢性发炎。其实有几个指标，医师帮我们检视一下这个所谓的8个警讯到底对不对第一个是火气大，所以你会嘴破牙龈肿胀甚至喉咙痛，这个是反复发作的。第二个是肠胃闹脾气，你压力一大就拉肚子，表现的方式有可能是胃食道逆流腹胀气消化不良第三个是睡很饱还是累，这个我最长，我已经睡满8小时了，可是起床我觉得好累我最后好像是去跑步了，是不是？第四是脑袋卡住，记忆差，思考慢，注意力难以集中。明明是这个主持到一半，突然
我卡住了，这个我也会哦。还有关节卡卡，你早上起床，膝盖还有腰部这边都会很僵硬或者是疼痛。第6个是皮肤变差，长痘痘、皮肤粗糙、湿疹、容易过敏。第7是压力大就感冒，免疫系统变差，比以前容易生病。第8。莫名其妙发胖，明明我都吃很少，怎么一直胖？可是医师，这个听起来就是变老啊，不是吗？没有，他其实年轻人也会哦。所以你看到很多那个年轻人哦，那个肚子是大大的，啤酒肚、尾鱼肚啊，它其实就是一种慢性发炎。其实人会生病，几乎都跟免疫有关。这个免疫的话哦，大家最常遇到，譬如说你被叮到长一个脓包，红肿热痛发炎。这种叫急性发炎，是。那另外一种的话，可能你就不会想到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它可能不会发烧，不过它代表说你身上受到一些不当的刺激，比如说你外界感染啊，你吃到一些坏的东西啊，你的饮食习惯做太久啊，没有运动，免疫细胞开始起反应。它要去修复嘛，因为它会受到这个警讯，这时候它会发出一些讯号，去调整。不过这个讯号有时候它就是会造成身上一些不大适当的反应，这种不当的细胞激素的释放就是造成这些慢性发炎。所以这个8个指标都有可能是因为你慢性发炎。那是不是要4项以上，还是说3项以上才要有警觉，还是说其实有1项就要有警觉？那如果说其中有1项，我觉得都应该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就不是一个很正式的疾病，是它可以调整的。所以我常说理解慢性发炎这个事情最重要，因为你理解了，你才会去注意，要有注意的话才去调整你的身体，你才会健康。所以还是要自己提高警觉。如果你有这些指标出现，不管是1项还是8项，都要视为身体发出一个警告，然后可能去看医生或者是做适当的调整。对。那可能观众朋友也要问说怎么样才能远离这些慢性发炎？有一些关键是不是也可以请医师帮我们提醒一下？对啊，大家可能会想了解一下，那到底什么东西会造成我慢性发炎？不外就是你吃的东西，你的那个活动，比如说是不是老是在坐着，还有一些外在的环境，比如说一些毒素，像 PM2.5。但我觉得吃的东西关系蛮大的大家也可能会发现因为外食的关系啦，或者说现在饮食嘛，你选项很多大家总是会挑喜欢吃的那个咸酥鸡或油炸的高糖食物，像可乐这些吃下去其实就会诱发你身上的免疫细胞起了一些不适当的反应，就是慢性发炎蛮重要一个原因。所以炸物啦、高糖类、精致的食物最好不要。它也不是说不能吃那个就少一点，1个礼拜1次可不可以？你可以比对一下，就是青菜、水果跟高糖炸鸡那个2个感觉差在哪边。如果说你觉得身体不舒服的话，你也会认得出来。这时候你就提醒自己该调整一下了。就是身体会告诉你答案。对，所以我会鼓励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特别是你吃一些东西，如果说它带给你一些不大舒服的反应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讯息。那医师，我可以请教吗？假设譬如说我连续吃1个礼拜的素食、炸鸡、可乐什么的，然后我下1个礼拜吃都是深色蔬菜，或者是您刚刚讲的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我觉得身体突然轻盈很多，那我就去吃这个。对，比如说地中海饮食，它也不一定说很难吃譬如说很多坚果第一个是坚果，对，莓果，像那个蓝莓这些都是很好的东西。你再撒一些橄榄油，橄榄油本身也是抗发炎的。比如说你想吃零食，你就吃这个，你不要去吃一些什么洋芋片，造成那个身上会发炎的食物。是发炎的食物大概就是精制糖、加工食品、炸物。那好的食物就是抗发炎食物，大概就是绿色蔬菜。对。坚果、鱼油、姜黄、绿茶，这对吗？对，这些都是可以抗发炎食物。当然姜黄你不一定要去吃姜黄比如说你吃咖喱，咖喱里面有姜黄，所以这个东西都可以抗发炎。所以印度人很健康。印度人那我讲一下肺腺癌肺腺癌因为很多女生现在有一个趋势，大家也可能观察到，像台湾女生不抽烟也不上厨房，也不煮菜，对，一样肺腺癌一直在增加。对，像2020年左右，中研院它就有发一个研究啦。就发现它其实有一个基因叫 APOBEC，APOBEC 这个基因它本身2大功用，一个是修理 DNA 的突变，第2个抑制发炎。的确多少会看到这个基因，特别是有肺腺癌的人会有这个基因的缺失。不过通常需要第2个因素这个第2个因素目前应该就是那个空气污染。为什么空气污染会诱发肺腺癌？大家可以想一下我吸到的这些空污里面这些化学污染粒子沉积在我的那个肺细胞上肺细胞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外来物嘛，异物肺细胞它就要抵抗它，
我们细胞要抵抗它的就是透过这个免疫，就是发炎。发炎之后，细胞要修复分裂的过程中，就是容易产生突变。这些突变当然如果说知道吃它，我们可以吃标靶药。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尽量不要去生这个病。所以回头看姜黄咖喱这个事情，你知道这个印度它空污比台湾严重。对。可是统计上他们的肺腺癌人数是比台湾少得多。还有研究说它就是台湾的尾数而已。为什么差这么多？其实很早以前就很多研究，印度人吃咖喱。咖喱里面有姜黄，姜黄抗发炎，所以其实他们空污严重它并没有让肺部产生这些发炎反应，所以它让他们躲掉这个肺腺癌的危险。原来是这样，很有可能性很高。因为我去过印度印度的确它空气真的是很糟糕。对，那医师我想要加问一题，因为 PM2.5 最近也是我们大家常常在谈的事情，因为台湾的能源政策，火力发电就会有这些物质。那戴口罩是不是没用？没什么用，没什么用。对因为它2.5 PM2.5，所以一般口罩挡不掉，它可以自由进出。那我们就只能多吃姜黄跟咖喱吗？不过口罩还是可以戴，因为 PM2.5 它是一个总称比如说你在马路上很多汽车废气，很多那油粒比较大的，其实你口罩是可以把它挡掉，只是说小一点的粒子它就挡不掉。当原则上是避开最好啦。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东北季风来，空污严重，因为这个我们平常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哪一天橘色黄色绿色，它会警告你，对不对？如果避不开怎么办？你就回去多做一些抗发炎的工作，吃一些姜黄鱼油Omega 3，或者说青菜水果多吃一点，然后抗氧化，所以抗发炎、抗氧化这2大关键字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从饮食第一个下手，饮食非常重要。那第二个是什么？运动吗？对，运动，因为现在大家上班关系嘛，久坐。久坐的话，其实会造成发炎反应，所以现在有很多研究，它针对久坐这些不止癌症像一个最新的研究，40几万人的分析说特别是身上有那个阿兹海默失智症基因的人，再加上久坐，这2个加在一起，就会诱发这个疾病。譬如说失智症，它为什么会失智？它是神经的发炎，所以说我们会建议那个如果就平常记在心里并尽量不要坐太久。坐太久，或者说你可以坐多久算久？我们现在访问大概1个小时，这样算久吗？1个小时我自己感觉是有点久，所以我会觉得半个小时就起来活动个几分钟都很好。可是有些人我看有些人是站着办公，他是刻意避免自己坐着，这个也不错，对不对？对，其实像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那些外国人他们都就是这样做，就是站着办公。譬如说像德国人，他们就蛮有这种习惯的。即使我要上班不能到处运动，我也可以站一下，那至少我的肌肉放松用力的话，那个血液循环更好。这个其实都是让你避开发炎的一个方式。是，所以久坐是这个发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尽量避免久坐，每30分钟可能就要起来站一下。另外，医师还推荐快走，是不是？对，预防身上这些发炎的话，那个很多方式运动是一个绝对一定要记住的一个事情。最鼓励当然是像譬如说有氧运动，可能大家会想要跳韵律舞或者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个有一些年纪大的，因为真的有时候要比较顾身体，反而是那种中老年人，就是比较年纪大那一群。所以有几个方式譬如膝盖不好，比较没办法动太快的话，你就快走，因为光是你有走的话，其实都可以降低你的发炎，甚至再进阶一点的话，就超慢跑。你知道超慢跑的时候乳酸会开始增加一些，乳酸到达一定的程度之后它会启动我们身上粒线体代谢的一个关键分子，它是一个细胞能量代谢的 CEO， 它收到这个讯号，它会告诉细胞，我要开始启动新的模式，比如说我要把旧的粒线体去掉，长新的，因为粒线体它是你身上产生能量的一个工具，我们大家说要回春那其实一个方式就是运动，因为光是运动你就可以诱发这个开关，特别是那个能量工厂的唤醒，它又可以避开产生自由基，造成慢性发炎。是，所以要启动这个开关很重要要把这 CEO 给唤醒。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那是不是真的就是要有乳酸堆积才算有运动到？也就是全身上下有点酸痛，这样才算吗？倒不用那么严重，只要让乳酸它到达一定的一个临界值，超过它的话，这个分子它就会启动，就开始运作。所以我们运动像超慢跑，它是蛮推荐一个方式。是，所以医师已经跟大家讲了，超慢跑或者是快走，一天3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像是瑜伽啦、游泳是不是也都可以？也算是一个好的推荐嘛，对不对？其实瑜伽有一些招式，你可能没有想到它背后的功用。譬如说，我们刚刚讲说那个粒线体，你要让它汰换，科学的认证，其中一个方式就是你给它一些低氧刺激。瑜伽它有一个方式是闭气，
长时间闭气，闭气它本身就是一种低氧 ，OK， 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你做完瑜伽之后头脑特别清醒。对，所以低氧刺激你的粒线体产生新的，它能量产生更顺利嘛？是，然后你的脑部运作会更好。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做瑜伽，inhale， 它叫你吸气，闭气，对，然后再，这个就是让你在一个低氧的环境。对。哦，原来如此。刚刚医师一直不断提到粒线体哦，我忍不住想问，因为最近非常夯哦，粒线体用打的啦，各种的方式，这个你鼓励吗？粒线体可能不大适合用打的，不过我们不用这么麻烦。大家如果说知道你的粒线体是可以汰旧换新的话，那你平常有在注意就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刚提到运动就是一个方式，运动，特别是高强度运动，它效果可能会更好。如果说不能做到高强度运动的话，那比如说超慢跑、快走，这个也都行。当然有一些是譬如说间歇性断食。间歇式断食，对不对？因为你只要断食的话，它其实就是发出一个讯号，告诉粒线体你要换新的。你知道细胞它就有这种特性，你给它一些刺激给它吃一些苦，它就会更新，对，所以大家知道不要太好逸恶劳，那个饱食终日，你让肚子饿一下，那个饿一下，它其实就会更新，甚至它可以促进你的免疫，就是说它除了抑制那个发炎之外，反而会让你的免疫运作更好。那因为断食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稍微请医师给我们一个提示？因为有些人断食很激烈，可能他 maybe 1天2天真的只喝水。那一般的上班族，医师怎么建议？是所谓的168或204就可以了吗？还是说一个礼拜挑1天出来做168或204，怎么样比较好？目前现在科学上比较认真的话是168。168，意思说你16个小时先空肚子一下，大概8个小时，你吃东西在这8个小时里面。只是说大家会发现那168老实说还真的有点难，因为我要上班当然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挑一个，譬如6日，或者说真的不行的话，那像我自己也不用这么拘谨啦。你就是平常少吃一点就好了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你吃的越多，细胞就要去负责处理这些能量，它就很累你的胰脏你的身上所有细胞，它要处理这些能量用不掉的话，就堆积变成脂肪，或者说变成血糖，在你血里面游来游去的破坏你的器官。细胞不需要这么多热量，平常少吃一点对你的免疫很好，那又可以让你的粒线体更新，对，整个运作更好。所以如果不方便的话，其实不用拘泥到168，哇，还定时，还有1分钟就可以吃了，不需要，对啊，就少吃不要每天都大餐，少吃就是一个对你身体最好的刺激，抗发炎最好的方法。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医师还特别提醒我们说，要维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对，其实很多研究会跟你讲说，熬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伤身体的事情。因为它熬夜不只是打断你的那个生理时钟，这个生理时钟又跟你的那个免疫调控都很有关系。其实你只要经过这个熬夜之后你即使6日睡得饱饱的，它那个影响修复不回来。对，所以我会建议平常那个可能的话就是尽量不要熬夜。另外还有第4个，就是其实医师也提过了，减少暴露在有毒的环境里。刚才讲的是空气，就是 PM 的2.5。提到说口罩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抵挡。那有一些人是在家里面，你知道台中有一些豪宅，它整栋的抗空污，那有效吗？其实有做的话，基本上会有效果，会有效果，只是说它效果会好到哪边这个，因为它有时候可能要进一步分析才知道。是。那另外像是我们台湾人去外面买那个面买汤啦经常那个老板都会用那个塑胶袋给你装起来，有没有？这个是不是也是毒素的来源对你这样装的话，它会跑出2种很不好的东西。第一个是塑化剂，特别是你加上那个热的食物之后它就溶出来。对，它溶出来之后你吃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它类似荷尔蒙嘛，很多细胞它就会错认这些塑化剂。然后接下来一些癌症比如说乳癌、那个卵巢癌风险增加，甚至一些相关的甲状腺这些都有关系。小朋友他的那个生长发育，譬如说一些自闭症，其实现在发现都跟这些有关。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塑胶微粒。塑胶微粒大概也是这几年开始真的是越来越多，它不像你想象中那种是小小圆圆的塑胶小球，吃了就排掉那种东西，不是，它是有棱有角的，吃进去它会卡在你身上。那当然它有大有小，微小的小到是奈米级的，吃进去那个其实它会经过肠道，很小很小，它就跑到你的血里面去。大概2022年还是2020年就开始有分析提到人的血里面有塑胶微粒。后来最近几篇报道开始在讲失智症的人大脑塑胶微粒特别多，而且你会发现旁边有很多
多的免疫细胞，它代表说产生的那个免疫反应，又回到我们讲的发炎，是，所以我们讲说那个实质是慢性发炎。那所以我们平常千万不要用塑胶袋来装热汤，因为你知道有一些小贩或商家会跟你讲说，哦，我这个塑胶袋是耐高温的，我特别买的，都不要，最好用玻璃或者是不锈钢。你去买外食的时候，还有必须减少使用化学清洁剂。这个是洗碗巾不能用吗？因为化学清洁剂里面它就很多那个化学原料，像是苯啊这一类东西，所以说我在帮人分析一些基因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些那个基因像 NQOE， 很多人台湾有这个基因哦。如果说这个基因有变化的话，它代表说你身上处理这些化学原料污染的功能就打折。如果说你接触到吸多了这些苯相关的制品的时候啊，它就会留在你身上，越吸越多这些东西其实有致癌性的那医师就提醒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方方面面，很多真的都要注意。化学清洁剂除了我们可能清洁碗盘之外，有时候我们会拿来洗澡啊、洗头啊。您的意思是说尽量都避免？当然我们学天然的会比较好啦，天然的。不过我像因为我帮人分析基因嘛，有时候我会建议了解自己的身体体质蛮重要的，特别是有些体质它就真的是不大适合碰到这些化学污染的东西，就尽量避开，会比较保险。好，这个是医师帮我们这个分析出来，帮身体尽量远离慢性发炎4个习惯。你要吃抗氧化、抗发炎的饮食，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维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第4是减少环境毒素的暴露另外最后我们再请医师告诉我们胆固醇管理。胆固醇高其实不见得是吃太油。是什么原因？它当然因素很多，当然吃油是一个很多因素。不过我们也常会听到有些人说，我吃的很清淡啊，为什么胆固醇还高？通常来说啦，如果说不是因为吃东西的话那可能就是跟慢性发炎有关。这个原理大家会想不到为什么慢性发炎会造成胆固醇高。不过大家可以这样想只要有慢性发炎之后接下来它要修复嘛，它会产生 LDL， 就是坏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这个东西就会变高，所以那个其实研究就发现如果说身上有发炎反应的时候，坏胆固醇就会跟着增加。这个东西一增加的话，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抽血会发现，我胆固醇为什么高？可是我没有乱吃东西你像是慢性发炎。对，如果说慢性发炎的话，你回头一下，你有什么习惯造成你慢性发炎？比如久坐不运动你是不是吃一些垃圾食品等等？回头去查一下。是，如果你身上出现了8个警讯，其中1个或2个，那你就要回去看你的生活习惯。对。到底哪一件事情让你的身体变成慢性发炎？对。然后你就阻止这个慢性发炎继续在你身体上面肆虐。没错。那如果你都不理它，你可能就会引发很多的更可怕的症状，包括糖尿病，包括心血管疾病，包括有可能阿兹海默，这个就是神经性的一种发炎堆积嘛。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张嘉明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让我们的身体远离发炎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谢谢医师，也请下个礼拜5持续收看我们健康大前线，谢谢，拜拜。